你回头看看那篇论文第3节的能级匹配，我怀疑你师弟上周发的那篇 Nature Energy 数据有问题。我已经发邮件问了，等回复吧。实验室泡多了也未必会出正确结果的。停，这可不是什么学术会议，如你们所见，这只是我家的一餐饭而已。说起来，最近那个量子计算的突破，你们看了吗？这是我爸，清北大学物理系教授，长江学者，他能用粉笔徒手画出完美的费曼图，误差不超过 0.1 毫米。看了，不过他们的退活时间还是不够理想。这是我妈，华科院化学所研究员，去年刚评上院士。她在家做饭都要精确到毫克，连撒盐都是用分析天平。我倒是觉得他们用的脱补材料很有意思。这是我姐，比我大3岁，24岁拿到 MIT 物理学博士，目前在 CNO 做博士后，研究希格斯玻胺子的螺旋宇质。这个红烧肉真好吃，谁做的？对，这是我，现在在干传媒，每天的工作是想家人们谁懂啊这种文案。好吧，我得承认，我家的3桌确实像是学术会议，我在这儿完全就是个只管炫饭的学术饕餮。从小到大，我就是这个家族里最突出的那个。我姐5岁就能心算微积分，我5岁还在纠结为什么1+1等于2。我姐18岁被哈佛 MST 斯坦福抢着要，我18岁考了个双非1本，全家人沉默了3秒钟。挺好，至少健康。至少健康，这评价还挺高的。我妈当然也曾试图抢救过我，结果3个月后，哈哈，这不科学。也许我们家的物理天赋只传女不传男。总之，在这个家里生存，你得有一套自己的哲学。我的哲学就是别比，真比就完了。首先接受自己是个废物，然后心安理得的废物下去就好了。我想去学传媒了。什么学传媒？学什么传？爷爷，是传媒，不是传媒。传媒，爷爷，传播学。传播学那是什么东西？传什么播？爷爷奶奶也不遑多让。爷爷是华科院数学所的，退休前搞代数几何；奶奶是协和心外科主任，就是年纪大了，有些耳背。小陈啊，你的脸虽然不够帅，但是够普通，普通人有代入感。谢谢老板，你真是会夸人。弟，跟你说个事儿。啥事儿？咱们那个表妹沈薇，你记得吧？沈薇，二姨家的女儿，小时候见过几次，据说也是个学霸，好像去了清北。记得，怎么了？她考上了清北物理系，然后申请了来 CERN 做暑期研究，被录取了。我刚在食堂碰见她了。哦，那挺好的。不是，她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她说：“姐姐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你弟弟在那个家里还能活得下去？”我当时没反应过来，她又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按照你们家的基因水平，他应该挺吃力的吧？”他说的没错啊，我确实挺吃力的。你不生气？生气有什么用？他说的是事实，而且他又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他要回国了，下个月会来首金社住一段时间，准备一个什么学术会议。住我们家，我妈同意了吗？妈说可以，反正家里房间空着。行啊，让他来吧。沈薇，清北物理系 CN 暑期研究，又一个天才亲戚。说实话，他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。从小到大，但凡知道我家庭背景的人，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3分同情，3分困惑，3分你是不是报错了，还有1分这人也太惨了吧。我以前会辩解，会说我其实也挺聪明的。嗨，现在我倒是躺平了，这样子活得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发 Nature。所有人，下个月开始要做一个系列视频，主题是天才少年。啥新玩意儿？就是去采访各种奥赛金牌得主、科研新星，每个编导负责一个嘉宾，大家自己认领。沈薇，
老板，我认领这个。这个世界真是小的离谱。你听说了吗？新来的那个策划总监，据说特别厉害，听说他要重新评估所有编导，你就不担心？担心什么？反正我是我家最废物的那个，被裁了，正好回家继承什么来着？我家好像有儿子呢。微微下周3到，你请假去接她。妈，我请不了假，项目紧。别，我请。我帮你跟你们老板说。我妈上次帮我沟通，直接给我老板打电话，用院士语气说，我儿子需要请1天假。我老板事后拉着我问，你是张院士的儿子吗？问了整整1星期。活脱脱一个天才少女的气质。表哥，表妹，欢迎来首京。麻烦你来接了。不麻烦，反正我妈让我来的。表哥现在在做什么工作？短视频运营。哦，就是那种拍短视频的。对，就是那种拍短视频的。我在那边遇到表姐了，她真的很厉害。她是很厉害。表哥，我其实一直想问一个问题。问。你在这个家里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还好吧，习惯了。习惯了？怎么习惯的？就是你得承认自己不行，然后你就行了。我爸在清北，平时不在家；我妈在华科院，也不常在家。但最近我妈在做一个项目，在家办公。你很快就能近距离仰慕了。张院士，我一直很仰慕他的工作。请进。妈，人到了。张老师好。来了，坐吧。你爸爸给你发了3篇参考文献，关于青少年物理科普的叙事策略，有空看一下。妈，你觉得我能看懂吗？至少看看摘要。我连摘要都看不懂，懒得解释。请坐。这篇论文共计项目到脸多少？在去期你的去年文获了一 T， 4后点24成。听着他们完全听不懂的对话，内心毫无波澜。张老师，我其实一直想问陈默表哥他呀，是我们家的一个有趣的对照组。工作上的事儿吗？他工作上的事儿我们也不太懂。哦，这语气像是果然啊。妈，晚上吃什么？冰箱里有鱼，你爸说今晚回来做饭。我爸回来？他不是在清北吗？他说今天早点回来见见微微。对他来说，应该是另一个近距离接触偶像的机会吧。小姑娘，你现在有多期待，今晚就有多崩溃。表妹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爸做的红烧鱼还不错。都可以，我不挑食。那就好。微微，你妈跟我说了，欢迎来住。谢谢表姨父。让她先做饭吧。我爸做饭的时候不喜欢旁边有人。相信我，你进去会打乱他的节奏。盐1.2克，不对，这条鱼比较大，应该1.5克。今天的鱼比昨天的大17.3%，所以调味料应该等比增加。但我用的盐是按大15%的比例加的，可能味道会偏淡0.2%。经典实验报告来的。不过说实话，他做的鱼还挺好吃的。误差范围在0.2%以内的盐，能难吃到哪儿去？今天在学校的讲座怎么样？还行。提问阶段有个本科生问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，关于脱臂得短一底的表面态。哦，那个问题我也在思考。表哥，你觉得呢？觉得什么？拓扑绝缘体的表面态。我觉得鱼不错。这是我在这家里唯一的贡献，洗碗。不是因为我想洗，而是因为我妈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。你不会做物理实验吧？洗碗也是一种实验，原理是表面活性剂的去污作用。我当时想说妈，洗碗就是洗碗，但没说出口，因为在我家，任何事都能被解释成科学。我以后打算申请博士，可能在清北或者华科院之间选。
清北泥聚肽方向不错，华科院这边纳米材料也做得很好。我其实一直在想，做科研这条路是不是也需要一些天赋的传承？就像表哥那样，虽然天赋不在科研上，但在其他方面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。沉默的路是他自己选的，他走得很好。我明白了，薇薇，我儿子的事不用你操心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张老师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。你想说他配不上我们家，对吧？你来我家之前，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当妈的应该很苦恼？生了这么一个普通的儿子，我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我儿子从小到大从来没让我操心过，他不跟人比。不争不抢，不焦虑不抑郁，心态好的让我这个做母亲的都羡慕。你说他没天赋，是他没物理天赋，但他有一个天赋你们都没有，他活得比你们所有人都轻松。妈，我出去买个奶茶，你要吗？不要，晚上喝奶茶睡不着。你呢？要什么口味？沈巍来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我妈刚怼了他一顿。展开说说。哎，你知道沈巍吗？就是那个清北的，超厉害，最近来首经开会。也不算怼。今天听他说，他表哥一家子全是天才，就他表哥是个普通打工的，连大学也是双非。他说他在这个家里一定过得很辛苦，不知道是怎么撑下去的。人家家世你别到处说。但我知道，在那片看不见的星空之上，有很多东西在运转。我姐在 C2 研究着宇宙最小的粒子，我妈在华科院琢磨着纳米级别的材料，我爸在清北推演着凝聚态世界的规律，而我站在奶茶店门口，等着买一杯加了双倍珍珠的奶茶。这就是我的人生，普通到极致的人生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点都不觉得难过。我不是说张老师，我是说我说的那些关于你天赋的。表妹，你来我家住多久？大概1个月，开完会就走。那你慢慢住，别着急。沈巍啊，在我家住1个月，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慢点跑，围巾掉了。他们的爱表达方式很特别，他们用数据、论文、实验报告来爱你。他们会精确计算你每天需要摄入多少卡路里。会在你感冒的时候给你讲一遍病毒传播的动力学模型，但他们是爱你的，这一点我从不怀疑。只是这种爱，不是所有人都承受得起。沈巍要来承受了。黑洞的引力如此之强，连光都无法逃脱。表哥，你刚才去买奶茶，那家店好喝吗？还行，珍珠不错。他们家用的是什么茶底？不知道，没注意。糖度呢？我点的正常糖，挺甜的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就像在看一道解不出来的题。我回房间了，明天还要上班。表妹，你早点睡，明天我妈7点叫你起床吃早餐。7点？精确到分。如果你7点01分还没坐到餐桌前，我妈会开始给你讲守时的重要性及其对认知功能的影响。晚安，表妹。张老师，明天早餐真的7点吗？7点，精确到秒。我明天6点58会开始热牛奶，牛奶的温度会控制在58度到60度之间，这是最适合人体吸收的温度范围。好的，张老师，我会准时。欢迎来到我家，表妹。你很快就会发现，在这个家里，天才不是最稀缺的品质，最稀缺的品质是活得像个正常人。而这一点，我拿捏得死死的。沈巍在你旁边吗？不在，他在客厅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他在 CN 的时候跟别人说过你。说你拖累了你们家的基因水平。姐，你告诉他，基因水平这种事儿不是他一个外人能评判的。我只是想让他知道，在评判别人之前，
最好先体验一下别人的生活。说实话，不用看表我就知道几点。这个声音我听了26年，比任何闹钟都准时。我妈的标准叫醒服务，她曾经计算过，敲门3次是最优解，1次听不见，2次可能当错觉，4次又太吵。张老师，我马上，不急，还有2分钟。表哥，你们家每天都这样？每天6点58热牛奶，7点整开饭，精确到秒。我妈手机上有个倒计时，牛奶热好的瞬间她会按停。如果哪天晚了0.5秒，她会复盘是不是温苗机老化了。走吧，别迟到。习惯就好。我妈不是要管你，她是真的觉得牛奶在58到60度之间最好喝。她不是在为难你，她是在用她的方式照顾你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家的照顾需要这么高的精确度。你在这个家里活了26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坐。7点整，误差0秒，很好。开饭。拓扑生子晶体中的厌磁场。微微，你对这个方向有了解吗？有的，张老师，我上学期读过一篇 P2L 的文章，讲的是通过应变工程在生子晶体中诱导叶磁场。那篇我审过稿。表姨夫审过那篇？结论是大收。他们的实验数据不够充分，叶磁场的效应只有理论预测值的60%。但是他们的样品质量确实有限。如果改用离子克查，离子克查会引入缺陷，缺陷可以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。我之前组里有个博士生做过类似那个工作的对照组设计有问题。你应该记得，当时答辩委员会提了4条修改意见，第3条是补充建议，不是第3条和第4条本质上是一个问题的2个层面。这条是审问第3条本质上是审问问题的2个条，为什么？当你的家人用物理术语吵架的时候，你能做的事情其实很少。我的策略是专注于食物本身。在陈家餐桌上活过26年的秘诀很简单，当他们开始讨论物理的时候，你就开始认真吃饭。你昨天的视频剪完了？剪完了，老板说还行。播放量多少？大概50-60万吧。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？正常水平。你之前说的那个爆款播放量是多少？300多万。那50-60万就是不及格。妈，短视频的播放量不是考试分数，不是越高越好。任何领域都有评价标准。表妹，你论文发了多少引用？我还没发过一作，共一有1篇，目前引用个位数。哦，那在你们领域，这个数字是高还是低？表哥，等一下，刚才你说的那个引荐的事儿，我不是在嘲笑你的播放量。我知道，你只是在思考50-60万到底算不算高。不是。表妹，你不用跟我解释，在我家，任何事情都可以被量化，任何成果都可以被比较，这是这个家的运行规则，你慢慢就习惯了。但是，你不觉得这样很累吗？累，还行吧。你知道比被比较更累的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是不被比较。如果你的家人连比都懒得跟你比了，那才是真的完了。所有人，10点会议室开会，天才少年项目正式期启动，所有编导必须到场。来得及。下一站人民影厂，请准备下车。你听说了吗？新来的策划总监今天也要参会，据说是来点评方案的。点评不就是来找茬的吗？人家叫优化。小陈，你认领的那个嘉宾资料看了吗？看了，王总。那个沈巍，清北物理系的国际奥赛银牌，这个咖位不小，你可别给我搞砸了。放心吧，王总。你打算怎么拍？切入点想好了吗？我想拍他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。普通人的部分？天才也是人嘛。观众想看的是天才作为人的样子，比如他怎么跟家人相处，怎么面对挫折。有意思，你先出个方案，下午给我。好的。微微中午在家吃，我做了饭，你要不要回来吃？上班呢，不回。那你晚上想吃什么？随便。随便不行，你选一个。
红烧排骨，好，我让你爸做。这就是我妈，对外人，哪怕是沈巍这样的天才，她的态度是礼貌而疏离的，但对自家人，她的表达方式是问你晚上想吃什么，然后让你爸精确到克的去做。各位，这个项目是公司下半年的重中之重，我们的目标是打造全网第一的天才 IP， 单期播放量保底1000万，上不封顶。1000万，做梦呢！我知道有人觉得这个数字不现实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天才这个赛道目前还没有头部内容。谁能第一个做出爆款，谁就能吃到最大的红利。这6位嘉宾是我们从100多份简历里筛选出来的，其中最亮眼的这位，清北物理系国际物理奥赛银牌 ，C.R. 宁暑期研究，刚在国际会议上做过报告。这 C 履历也太硬了，这种咖位怎么请到的？这位嘉宾，谁认领了？你是哪个部门的？短视频2组，陈默。陈默，你的方案出了吗？下午出。下午出了，先给我看。如果林总监知道沈巍是我表妹，正住在我家，他会是什么有表情？以及沈巍如果知道我拍他的视频，会是什么反应？不做传统的天才访谈，不做演播室录制，不搞煽情，我想做的是跟拍他的日常生活。他住在一个守京的家庭里，这个成员就很特别，家庭成员都是高知。沈巍住进去，等于是天才进入了天才窝，这个设定本身就有冲突，有看点。继续说。我想记录他在这个家庭里的日常，怎么跟长辈交流，怎么应对学术讨论，怎么在更强大的天才面前保持自信。然后呢？你要表达什么？观众会表达的是，天才也不是无所不能的，他也会紧张，也会犯错，也会被怼。而人跟人之间的差距，有时候比人和狗还大。方案写出来，我今天就要看。他说的是今天就要看，那我可得好好写，毕竟拍摄对象此刻正在我家餐桌上，喝那杯58到60度的牛奶。陈默，我不管你之前在公司是什么水平，这个项目我要的是最好的内容。如果你的方案不行，我会换人。明白。你跟沈巍能联系上吗？我需要你提前跟他沟通，拿到拍摄授权。能联系上，我今天就沟通。怎么认识的？她是我表妹。你再说一遍。沈巍是我表妹，她现在住在我家。那你更要把方案做好了。别浪费这层关系，明白？自己手里有一张别人没有的牌，那张牌此刻正在他家书房里，对着那杯精确到度的牛奶发呆。我跟沈巍之间那点关系，现在正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。你在这个家里会不会觉得压力很大？如果他知道我要拍他，还是以表哥拍表妹的身份，他大概会更不爽。但问题是，他可能没得选。下午把方案写完，晚上回家找他。拍摄授权这种事儿，得跟他当面聊。毕竟这个天才少年项目，清北那边已经同意了，学校宣传部的红头文件都发了，参与拍摄的学生可以获得实践学分。沈巍如果拒绝，就等于放弃学分。他是个好学生，不会放弃学分的，所以他会答应，但他会很不爽。可以，按这个执行，尽快联系嘉宾约拍摄时间。表妹在吗？在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想跟你说，我公最近在做一个系列视频，叫《天才少年》，你被选为嘉宾了。清北那边已经同意了，你应该收到通知了吧？我刚看了邮箱，真的有，但为什么是你来拍？因为我负责这个项目，因为我认领了你这个嘉宾，表妹，这就是缘分。表哥，你是故意的吧？我发誓，我认领你的时候，只是觉得你的简历很优秀，想拍好这个选题。而且你想想，换别的编导来拍，他们可能会把你塑造成高冷天才，但我拍你，至少拍出你早上炸毛的样子。我觉得后者比较可爱。而且你想啊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沟通起来更方便，拍出来的内容也更真实，对吧？沈巍，这会儿应该在盘算对策了吧？爸，排骨好了吗？还有4分钟。表哥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想好了。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说。你不能把我拍成碾压的形象。我不会刻意把你拍成被碾压的形象，但是如果真实发生的日常就是这样，我不能保证剪掉。你是怎么在这种家庭里活下来的？走吧，吃饭。我爸的红烧排骨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表妹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家里活得好好的吗？为
为什么？因为我从不试图证明自己，我不跟任何人比，不争不抢，不辩解自己不懂，承认自己普通。你说的这些，我好像有点明白了。你那个关于普通的天赋也挺好的，但你不是废物，你只是不擅长理科。谢谢安慰，但在这个家里，不擅长理科就等于废物。你不觉得难过吗？以前觉得，后来不觉得，因为我发现，当你不跟别人比的时候，排骨好了，收拾桌子，准备吃饭。走吧，去端菜。排骨好了，误差0秒。表妹，吃饭了。今日排骨腌制时间35分钟，焯水时间2分15秒，炖煮时间45分钟，收汁时间8分钟。口感评价再定。爸，口感评价满分。你还没评价口感参数，软硬度、咸淡、甜度。爸，我不会评价，我只知道好吃。表哥，两位老人周末会来吧？你奶奶好相处吗？我奶奶心外科一把手，给3000多个人开过胸，你说好不好相处？但她人很好，就是说话比较直接。上次她摸了我的脖子，说我的甲状腺可能有问题，我去查了，没问题。她说没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，说明你没病却觉得自己有病，这是心理问题。周末是唯一可以睡到7点半的日子，只多睡30分钟，这就是我家的放松。怎么了？你奶奶发消息说她和你爷爷10点到，不是说来吃午饭吗？10点就来。她说要提前来检查一下你们的生活状态。检查生活状态？张老师，表姨奶奶很严格吗？你见了就知道了。那个眼神我解读为，小姑娘，你太年轻了。妈，爸，进来。我奶奶来的时候，我爸会特别注意仪表，这不是孝顺，这是求生欲。小张，你最近是不是瘦了？没有，体重跟上个月一样。你上个月是多少？52.3公斤。今天早上称了吗？52.1，一周掉了0.2公斤。你最近是不是没按时吃饭？昨天晚饭吃的早，早上空腹称的，误差在正常范围内。表哥，你奶奶是来查岗的吗？不，比查岗更可怕，是用学术手段查岗。他会问我什么？压力大不大？睡眠怎么样？有没有焦虑？然后给出医学建议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你就是沈巍，眼睑微肿，昨晚几点睡的？脉搏78，偏快，交感神经兴奋度偏高。几点睡？几点起？11点睡，6点半起。入睡要多久？大概20分钟。20分钟是平均值还是具体值？你是不是睡前看了手机？蓝光抑制褪黑素，从今天起，睡前半小时不许看手机。下周我来复查。挺态也有问题，重心偏右，总用右手背包，换左手，否则脊柱侧弯。你不想30岁就腰疼吧？不想。那就照做。你们声音太大了，我在看书。爸，我们在聊微微的健康。健康是数学问题，偏离均值超过2个标准差才算异常，不要大惊小怪。他跟我爷爷结婚50年，早放弃让他参与非数学话题了。妈，您歇着。行了，午饭我来做。你做的饭营养搭配不够合理。权威这一块。西兰花不够新鲜啊，昨天买的，昨天下午买的，应该昨天晚上之前吃。现在维生素 C 含量已经下降了15%。妈，15%影响不大，积少成多。表哥，你奶奶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？夸张？他说西兰花维生素 C 下降了15%，这个数据是有论文支撑的。他在协和的时候发过一篇关于储存时间对蔬菜营养素影响的文章，被遣用了300多次。所以在我家，任何人说的话都有可能是被学术文献支持的，你最好习惯。可是我学的是物理，不是营养学。不重要，在这个家里，只要你是搞科研的，你就可以对任何领域发表学术意见。你爸不反驳吗？反驳。我爸跟我奶奶讨论物理，每次都被问到哑口无言。我爸说他是拿着手术刀的物理学家。你们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领域，但是又互相交叉，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。学术共同体，对，这个定义很精准。表哥，我终于理解你了，理解你为什么选择当废物。你学得很快，比我姐还快。她花了26年才理解，你只花了1天。表姨奶奶，这个卡路里，鱼的热量是？我不是问热量，我是说您做饭还做卡片，不累吗？累，精确是对食物和食客的尊重。你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会嫌记录数据累吗？你最近工作怎么样？还行，奶奶。压力大不大？
还好，奶奶都能应付。你上次说你们公司要裁人，那是谣言，奶奶。你确定？我上次看你们行业的报告，短视频行业的裁员率……奶奶，我确定，就算裁也裁不到我。我刚接了一个大项目。什么项目？拍一个天才少年系列视频，嘉宾是表妹。你要上视频？是的，表姨奶奶。那你要注意镜头前的挺态，下巴微收，肩膀打开，不要驼背。什么短视频？现在的年轻人整天看视频，眼睛都看坏了。我上次看一个数据，近视率……爸，您说的那个数据是10年前的了。10年，时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趋势。爸，你觉得沈巍怎么样？谁？沈巍，住在我们家的那个。哦，他的物理基础不错，但思维不够发散。不够发散？他解题很规范，但缺乏创新性，没有任何超出课本的见解。所以你觉得他不算天才？天才不是考试考出来的，真正的天才是能提出别人想不到的问题的人。他目前还做不到。微微，我跟你说个病例，这是一个21岁的女大学生，跟你差不多大。她平时不注意坐姿，导致腰椎间盘突出，后来做了手术，手术后恢复的不好，现在走路还有点跛。所以刚才让你注意体态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还有，你的指甲形状不太对，可能有轻微的缺铁性贫血，下周1去查个血常规。好，查完了把报告发给我，我帮你看。谢谢表姨奶奶。微微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你要注意身体。年轻人拼学术没错，但不能把健康搭进去。还有，你表哥虽然学习不行，但他心态好，你要多跟他学学。奶奶，您别夸我，受不起。不是夸你，是事实。你活了26年，从来没因为任何事儿失眠过。这种心理素质比你姐的物理天赋还稀缺。奶奶走了，沈巍还活着吗？走了，活着，但精神状况不太稳定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沈巍来之前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要去守经住一段时间，评论区一片卧槽。表哥，我刚才给我妈打了个电话，她说让我好好住，别给表姨添麻烦，要多向他们学习。你妈说的对。但是她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样的，她以为住在大学家家里，每天听学术讲座。难道不是吗？今天我奶奶给你讲的不就是医学讲座吗？表哥，你能不能正经一点？你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在用他们的方式关心别人，但这种关心太沉重了，我压力很大。表妹，我活得轻松是因为我奶奶让我查甲状腺，我就去查；她让我注意体态，我就注意2天，然后忘了。这不是敷衍吗？是敷衍，但这是善意的敷衍。因为我奶奶是真的关心我，不是想给我压力，而且我可以选择不接那个压力。所以你是把他们的关心当成了背景噪音？是背景音乐。表哥，你其实挺聪明的。谢谢，但我不是聪明，我只是活得久。总而言之，总结出了生存法则。永远别跟他们比，你比不过的。在这个家里，不要试图跟任何人比，最后都会输，因为总有人在某个领域比你强。那怎么办？做你自己，你该做物理就做物理，该写论文就写论文。他们说什么，你听着点头，然后按自己的想法去做。这不就是你说的废物生存法则吗？对，就是废物生存法则。但你不是废物，你是天才，所以你用这套法则效果会更好，因为你本来就有实力，你不需要证明。我收回我之前的话。什么话？你不是拖累基因的那个人，你是平衡基因的那个人。这个评价不错，我收了。林总监要来，他来就来吧，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天才的家。表妹，周1开始拍摄，我们公司的策划总监要来现场。他要来，那我……你什么都不用准备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可是我……表妹，你今天上午面对我奶奶都没崩溃，一个策划总监算什么？你说的对，一个策划总监跟我奶奶比，确实不算什么。表哥，你紧张吗？我为什么要紧张？要拍摄啊，你们公司的人要来。来就来呗。海带富含碘，对大脑发育有好处。你今天要拍摄，需要保持最佳认知状态。谢谢张老师。不客气。今天拍摄我们会尽量配合。
不用不用，你们正常生活就行。正常生活？什么叫正常生活？妈，表妹的意思是你们该干嘛干嘛，不用刻意配合。我们本来也不会刻意配合。陈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进来吧。这两位是我爸妈。叔阿姨好，我是陈默公司的同事，今天来家里拍摄，打扰了。你好，请自便。沈巍同学，你好，我是这次项目的策划总监，姓林。林总监好。我们今天的拍摄计划是上午在家里拍一些生活场景，下午去清北拍学术部分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的。那我们先从早餐开始，陈默，你安排一下，先拍餐桌空镜，然后让沈巍同学坐过去，补拍一个吃早餐的镜头。这样可以吗？自然一点，不要看镜头，就当你在正常吃早餐。说实话，这场面有点好笑。沈巍明明已经吃过早餐了，现在要重新吃一遍。卡，沈巍同学，你吃的太快了，正常人吃早餐不会这么急。不好意思，我重来。好，保持。大刘推进一点，给特写。好，过了。接下来是家庭学术氛围的拍摄。爸，我们公司的人想派你跟表妹讨论物理，可以吗？讨论什么？随便一个物理问题就行。随便不行，物理没有随便的问题。那就您之前说的那个妥帕底烷质的表面态，那是我的研究方向，他不一定懂。他懂一些，他在清北学物理。行吧，叔叔，我们就随便聊几句，您不用紧张。开始。我最近在读一些关于托巴厄原质的文章，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。说。三维托巴厄尼的表面态为什么是狄拉克丘形式的？我理解这是由体态的托巴不变数决定的，但具体的推导过程我不太清楚。这个问题问得不够好，你应该先问突比不变值是怎么定义的，然后再问它为什么导致狄拉克锥，跳过定义直接问结论，这是很多学生的通病。那突比不变值是怎么定义的？这个我熟，一种介于我听懂了和我真的听懂了之间的微妙状态。卡，叔叔能不能讲得通俗一点？通俗？对，就是让普通观众也能听懂的程度。托普德意质的表面态无法用通俗的语言解释。这就是我爸，物理就是物理，没有什么通俗版。你要是不懂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不是物理的问题。表哥，你爸讲课好难。他不是讲课，是答疑，而且他的答疑对象一般是博士生，不是本科生。那我刚才……你表现已经很好了，至少没哭。沈巍同学，你会做饭吗？会一点点。那能不能拍一个你做饭的镜头，展现生活化的那一面？可是厨房是表姨夫的领地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家做饭都是我爸来，其他人进厨房他会焦虑。就拍几分钟，不碍事吧？爸，表妹想在厨房拍个做饭的镜头，可以吗？厨房的温湿度是我精心控制的，多一个人进去，变量就多了一个。就几分钟？最多3分钟，超过3分钟，热辐射会改变灶台周围的温度分布，影响我下次做饭的精度。表姨丈夫，我不开火，就切个菜，拍几个镜头就走。好，保持微笑，看镜头。你切的西红柿厚度不均匀，最厚的和最薄的相差0.5厘米，受热时间会差15秒。这个画面太真实了，真实到有点残忍。卡，这段保留。表哥，你爸是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？对所有人都这样。上次我姐在家切菜被他批评了10分钟。我姐是博士后，但在我爸眼里，她连西红柿都切不好。你姐什么反应？我姐把刀一放，说爸，我在 C2 用的是粒子对撞机，不是菜刀。我爸说粒子对撞机和菜刀都需要精度，你精度不够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姐点了1个月外卖。怎么了妈？我刚才看了你们上午拍的一些素材，林总监给我看的。我觉得你觉得怎么样？你们拍的方向有问题。你们想拍天才，但你们拍出来的东西只是在消费天才这个标签。我的建议是，你们应该拍点真正的东西，而不是让他在镜头前假装岁月静好。妈，那是策划的事儿。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你有责任保证内容的质量。我知道了。林总监，关于下午的拍摄，我想提一个建议，说下午能不能拍一些学术内容，不是演出来的那种，是真的让他讨论一个问题。可以是可以，但太学术了，观众看不懂。不需要太深，但至少要有真实性。观众想看天才，不是想看演员。你是想拍他在清北上课的内容？对，真实的记录他在学术环境中的状态。行，你安排。在家里，他是被各种关心包围的小贝；在这里，他是学霸。他的气场回来了。这个好，这个才是我们要的。你那个表妹确实有东西，不是那种包装出来的天才，是真有料。我知道，但你家里那些人，你妈是院士，你爸是长江学者，你姐在 CU，
你是怎么活下来的。活着不需要理由，活着就行。好。今天干得不错，素材质量很高，明天继续。明天拍什么？明天拍他跟你们家人的互动。今天的素材里，你爸那段西红柿的点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，网友喜欢看这种反差，天才被更天才的人碾压。林总监，那不是碾压，那是……我知道，但观众喜欢看天才吃瘪，这是人性。林总监，明天的拍摄我有一个原则。什么原则？我们家是什么样的，就拍成什么样的，不能为了效果去刺激任何人。陈默，你是这个项目的编导，但我是策划总监，内容方向由我来定。但嘉宾是我表妹，拍摄场地是我家。行，按你说的，不刻意制造冲突。但如果自然发生的冲突，不能剪掉。自然发生的可以。表哥，今天拍摄的时候，你有没有觉得林组监看我的眼神怪怪的？怎么怪？就是他看我的时候，不像在看一个人，更像在看一个产品。因为他确实是在看一个产品。对他来说，你就是天才少年这个产品的核心卖点。你不觉得这样很恶心吗？恶心，但这就是这一行的工作。你不反感吗？这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接受。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我们可以停止拍摄。表哥，我不怕被当成产品，我是怕被拍成一个不是我的我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不想被剪成一个在家里被碾压的天才，那不是我。我在你们家确实压力很大，但那不是我的全部。我有我的学术追求、热爱，我不想因为这些日常就被定义成一个被碾压的可怜虫。我答应你，我会剪出一个真实的你，不是被碾压的你，不是被消费的你，而是你本来的样子。你能做到吗？林总监会听你的吗？他听不听是他的事儿，但我至少会争取。表哥，你来我家住吧。什么？你来我家住，你会发现什么叫正常人的生活。不用了，我过习惯了这种不正常的生活，换个环境反而不适应。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今天拍的怎么样？还行。微微，过来。你今天看起来比昨天好，状态放松了。谢谢张老师。你不要拍摄影响了自己的节奏，你是来做学术的，不是来当演员的。我知道，张老师。表哥，你妈其实挺关心我的。她关心所有人，只是表达方式比较独特。独特？他刚才那番话翻译一下就是，别把时间浪费在没用的事情上，好好做你的学问。你妈的原话确实比这个温和。在我家，温和就是最大的严厉。表哥，我其实有点羡慕你。羡慕我什么？羡慕你有一个可以随时回去的家，不管你在外面混得多差，你回家都有红烧排骨吃。你说的对，这是我最大的福气。所以你不是废物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普通人，这两者不一样。明天看。今晚不行，家里有事儿。你们公司的催命符？对。你不去？不去。今天累了一天，我要洗澡睡觉。表哥，你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你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。说了，这是生存本能。陈默，你到哪儿了？马上出门。素材粗剪版我发你微信了，你路上看。有些地方需要补拍，你今天安排一下。知道了。表哥，你妈呢？去外地开会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不知道，但肯定是在7点之前，因为他如果在家，7点整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。所以今天早上没有7点整的早餐了？对，今天早上你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表哥，我感觉自己像越狱了。简陋版早餐，凑合吃吧。这面包没有精确到克的配料表，没有营养卡片，没有应该和不应该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面包。一顿没有科学配比的早餐，倒也不必感动成这样。
林总监，西红柿那段音效和字幕能去掉吗？为什么？那段效果很好，我找了几个人看样片，都说好笑。我爸不是科学怪人，他就是一个习惯精确的物理学家。沈巍也只是被长辈说两句，你把这件事夸张了。陈默，你是编导，我是策划总监，内容方向我来定，你只负责执行。表哥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工作上的事儿。但嘉宾是我表妹，我有责任保护她的形象。她的形象没有问题，这段视频里她看起来很可爱，观众会喜欢她的。观众喜欢的是被碾压的天才这个标签，不是她本人。对，观众喜欢的就是标签，这是内容行业的铁律。林总监，我不同意。你不同意也没用，最终剪辑权在我手上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你脸色不太好。没事儿，工作上的事儿。沈巍同学，今天下午我们补拍几个家庭互动的镜头。你表姨虽然不在，但你表姨夫在家吧？在。好，我们拍一个跟你表姨夫在厨房一起做饭的画面。我爸不会同意的，他厨房的温湿度是精确。你就跟他说，这是为了支持女儿的工作，做父母的这点忙应该会帮。爸，我们想拍一个你跟表妹在厨房做饭的画面，就几分钟，不开火，只是切菜。你妈不在家，厨房归我管。我知道，但这是工作。你工作的事儿为什么要影响我的厨房？表姨夫，我来切菜，您在旁边看着就行，不需要您动手，我保证不碰任何温控设备。行吧，但切菜的时候要按照我的标准。什么标准？每块食材的厚度误差不超过0.2厘米。可以。第一块厚度0.9厘米，合格；第二块厚度1.0厘米，合格；第三块厚度1.2厘米，超标0.1厘米，重切。这个画面在镜头里看起来倒是很和谐。物理学家指导学霸切菜，严谨中带着温馨。估计除了我也没人知道，这是我爸的强迫症和沈巍的忍耐力在打架。好，这才是切菜。太好了，这段素材太好了，沈巍同学，你太棒了。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以后可能再也不想切菜了。表哥，你爸的标准是不是对所有人都一样？对所有人，包括他自己。他切菜的时候也会拿尺子量，不合格的重切。那他不累吗？不累，对他来说，精确不是负担，是习惯。就像你解物理题的时候用公式不会累，对吧？但切菜不是解物理题。对他来说，切菜就是解物理题，一切都是物理。表哥，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为什么活得那么轻松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放弃跟他们比了。你不是不能精确，你是不想精确，你选择了另一种活法。你总结的比我好。我现在觉得还能保持自己的活法，可能比他们的活法更难。你每天看着身边的人围着不崩，这需要很大的内心力量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评价。表妹，你今天是不是被胡萝卜切傻了？怎么突然开始夸我？不是夸你，是事实。大 boss 要来了，跟我姐对话就像跟一台超级计算机下棋，你走一步，他已经算好了后面10步。沈巍不知道我姐要回来，我想看看，当沈巍面对我姐的时候，会是什么表情。表哥，你家连洗洁精的用量都精确。我妈算过的，一次按压的输液量是2毫升，足够洗3到5个碗，多了浪费，少了洗不干净。我放弃了，我不再试图理解你家了，我决定接受一个事实，你家不是地球上的家庭，你家是外星文明。欢迎来到地球，不对，欢迎来到我家。我看着她的笑容，突然觉得这个表妹其实不坏，她只是太想证明自己了，太想证明自己配得上天才这个标签。但在我家这些都不重要，在我家唯一重要的是你们能扛住，能不能扛住7点整的早退到课饭，能不能扛住奶奶的甲状腺检查翻查，能不能扛住爸爸的尺子，能不能扛住妈妈的舒菌奖。如果你能扛住这些，你才是真正的强者。沈巍能扛住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是，这才第5天，他还有25天，路还长着呢。给你翻译一下，接人这种事儿让我儿子去就行了。微微，你是来做学术的，别把时间花在机场。表哥，
你妈的意思是不是我不配去接你姐？不是不配，是不需要。在我妈的世界观里，时间是链性资源，要用在产出最高的事情上。接机这件事的产出太低，不值得你花时间。那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我的时间不值钱。你下次能不能不举止，像个接机的？我就是来接机的。你可以用别的方式，比如发个定位，我自己出来。妈让举的，说有仪式感。走吧，车呢？打车。你没开车？我哪来的车？你不是工作3年了吗？工作3年就得有车。姐，我在首京，1个月工资1/3交房租，1/3吃饭，剩下1/3攒着娶媳妇儿。娶媳妇儿的钱够吗？不够。那你攒什么？攒个心理安慰。姐，你能不能休息一会儿？刚从瑞士飞回来，10个小时的飞机。在飞机上睡过了，这个数据跑完就休息。什么数据？希克斯伯尼子的带变模式分析。哦，就是那个上帝粒子。你居然知道上帝粒子？我只是不懂物理，不是不看新闻。那你告诉我，希克斯伯牙子是干什么的？给其他粒子赋予质量的。不错，你居然真的知道。姐，你这语气像在夸一个3岁小孩会背唐诗。差不多。表姐好，你在读歪年的那篇关于有效场论的文章？对，表姐你也看这篇？我审过稿。我太熟悉那个表情了，那是我以为我在读前言，结果人家是裁判的表情。这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有问题，威斯汀低估了高阶修正项的贡献。我之前跟他邮件讨论过，他承认了这一点，但正式发表的版本没有改。表姐，你跟 Weinstein 邮件讨论过？在 Sydney 的时候，他来做过报告，我们聊了40分钟。他后来说我的观点有启发性。表哥，你姐平时也这样吗？哪样？就是一进门就评价一篇 PRL 文章的核心观点有问题。他习惯了，在 CNO 他每天都在做这种事儿。表哥，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渺小。你不是渺小，你是遇到了比你强很多的人，这很正常。你想想，你在清北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当觉大部分同学不如你？所以啊，渺小是相对的。你在清北是巨人，在我姐面前是矮人，这不妨碍你在清北是巨人。表哥，你说话的方式真的很奇怪，有时候像个哲学家，有时候像个傻子。我本来就是傻子，偶尔哲学。爸妈不在，我随便做了几个菜。表哥，这个好吃。谢谢，这是我在大学期间学会的唯一一道菜。你就做这个招待客人？姐，这已经很好了，西红柿炒鸡蛋，国宴级别的菜。国宴不会放这么多糖。你怎么知道我放糖了？颜色偏深，说明糖放多了。而且你的西红柿切的大小不一，大的大，小的小。姐，你能不能别一回家就开始点评？我不是点评，我是陈述事实。那你能不能别陈述？不能。表姐，我觉得表哥做的菜挺好的，比我做的好。你做过什么菜？昨天切了胡萝卜，被表姨夫用尺子量了厚度，爸又拿尺子量了。量了，每块都量了，厚度误差不超过0.2厘米。切的是什么？胡萝卜、黄瓜、土豆。切完之后呢？摆盘，摆得整整齐齐，像阅兵方阵。爸的强迫症越来越严重了，你不觉得这是严谨吗？严谨和强迫症的区别在于，严谨是对自己的要求，强迫症是对别人的要求。爸的问题在于，他把对别人的要求也当成严谨。弟，你那个视频项目拍的怎么样了？还在拍，下周应该能剪出第1版。林总监还是坚持要加搞笑音效，你上次跟我说的，他还想把你爸塑造成科学怪人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想做一个不同的版本，一个更真实的版本，不靠夸张和标签，靠真实的内容打动人。你觉得公司会同意吗？不同意我就自己剪，发到我的个人账号上。行，你要是被开除了，我养你。姐，你一个博士后，工资还没我高。我精神上养你。精神上我已经很富足了，不需要养。你们姐弟的感情真好。好吗？我小时候揍过他很多次。那是因为你脾气差，不是因为我欠揍。你欠揍。你看，你承认了，你揍我是因为你脾气差，不是因为我欠揍。2件事可以同时成立。不可以。可以。比瑞士的星星少，但能看到几颗也不错。姐，你在那儿能看到星星吗？日内瓦郊区光污染少，星星很多。那你到底想回去吗？想，也不想。什么意思？想回去做实验，
但不想回去面对那些永远跑不完的数据。表姐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问，你是怎么做到这么年轻就站在物理学的前沿的？3个因素：天赋、努力、运气。具体呢？天赋是爹妈给的，没得选；努力是自己选的，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，持续10年；运气遇到了好的导师、课题、时机。听起来很简单，本来就不复杂。简单的事情重复做，重复的事情坚持做。物理学不是玄学，是体力活。表姐，我以后想申请 CERN 的博士项目，申请吧，但你要做好准备，那里不是一个浪漫的地方。那里有世界上最大的机器，也有世界上最大的压力。你每天要面对的不是伟大的发现，是成千上万组需要处理的数据，而且大部分数据都是垃圾。你要从垃圾里找出那一点点金子。我知道，你知道还不够，你要经历过才知道。以前的姐姐只会用成绩碾压别人，不会分享经验。也许这几年，她终于意识到碾压别人没有意义，帮助别人才有意义。姐，你变了。哪里变了？你以前不会说这么多话。我现在也不会，我今天心情好。为什么心情好？因为看到你还没被公司开除。姐，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我盼你好才问你，被开除了记得告诉我。今晚我来洗碗吧。弟，你觉得沈巍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聪明、努力、有上进心。他傲慢吗？刚开始有点，现在好多了。因为他被碾压了？大概吧。被碾压之后，傲慢就变成了谦卑。你觉得他扛得住吗？扛住什么？扛住我们家。他已经在扛了。昨天切了20分钟胡萝卜，每块都被爸量过。今天又被你点评了微漫的文章，他还活着，精神状态还行。这才第6天。对，才第6天。他还有24天。对，我想看看他能扛到第几天。姐，你别把他当实验对象。他本来就是实验对象，每一个住进我们家的人都是实验对象。实验目的是测试一个正常人在极端学术环境下的生存能力。姐，你这是把人当小白鼠。我才没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没拿稳。没事儿，盘子碎了很正常，我们家每年碎7、8个。你妈不会生气吗？我妈，她只会统计一下盘子的平均寿命，然后买一批新的。碎片捡完了，用吸尘器吸一下，小碎屑可能扎脚。好。表哥，你们家连吸尘器都是最新款。我妈说这是效率工具。确实是效率工具。表哥，你家的厨房比我们家的客厅还干净。因为我爸有洁癖。我的意思是秩序，你们家的每一件东西都在它应该在的位置上，调料瓶按高度排列，锅按大小叠放，碗按颜色分类，这是一种美学。说的对，这是秩序美学。爸虽然狂迫症，但他的狂迫症有审美价值。姐，你别夸爸了，他会骄傲的。他不需要我夸，他自己就是骄傲本身。表哥，你的人生好简单。简单不好吗？好，简单意味着没有内耗。内耗是什么？就是脑子里有2个声音在打架，一个说你应该更努力，一个说你已经够累了，每天在这2个声音之间挣扎，比做实验还累。他说的对。那你没有内耗吗？有，每天都有。我也有，只是我不表现出来。我没有内耗，不是因为我心态好，而是因为我从来没有给自己设定过必须成功的目标，我只需要活着，活得开心。这个目标太低了，低到不需要内耗。表哥，你又在想什么哲学问题？我在想明天早上吃什么。你妈不在家，你不用7点起床，你可以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去楼下买包子。好主意。我睡了，明天还有会。晚安。晚安，表姐。表哥，你姐真的厉害。不只是都学术厉害，她的思维速度、逻辑能力、表达能力都比我强很多。所以呢？所以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继续做物理？你说什么？我在想，我要不要继续做物理？如果做到最后我也达不到你姐的高度，那我做物理的意义是什么？表妹，你做物理是为了达到什么高度吗？不然呢？我以为你做物理是因为你喜欢。喜欢？对，喜欢。就像我喜欢拍视频一样，我不是因为想成为短视频第1人才拍视频的，我是因为拍视频有意思，看到自己剪出来的片子有人看，有人留言，这个探店真不错，我就开心。表哥，你说的对，我做物理是因为我喜欢。我喜欢那种解开一个难题的感觉，喜欢那种在混乱的数据中找到规律的感觉，跟高度无关，跟喜欢有关。对，就是这个。表哥，你真的很适合当人生导师。我不是导师，我只是个开摆青年。那也能当导师，有些东西只有你这样的人才看得清楚。天才都在忙着攀登高峰，没空看脚下的路，只有所谓的废物才能站在高峰之下往上望，然后告诉那些攀登的人，你走错方向了。我姐同意了吗？我姐居然同意了，她平时最讨厌被拍。
姐，你睡了吗？没。你同意林总监拍你了？同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帮你。帮我？你的项目需要一个有分量的嘉宾，我就是那个分量。姐，别感动，我只是不想看你被林总监欺负。他没欺负我。他改你的剪辑，不听你的意见，这不叫欺负，叫什么？弟，你从小到大都被我们碾压，但你从来没有抱怨过。你接受了自己是家里最普通的那个人，然后过自己的日子，这一点我做不到。你不需要做到，但我想帮你，不是因为你弱，是因为你值得。沈巍在隔壁，应该已经睡了。我爸妈在上海，奶奶和爷爷在家里，大概也在各自的领域里忙碌着。而我，躺在这个满是天签的家里，想着明天要拍什么。突然觉得，这个世界挺奇妙的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转。天才们在研究宇宙的规律，普通人在研究午饭吃什么。谁更有意义，我不知道。但我知道的是，如果没有普通人的托举，天才们也没力气研究宇宙。所以，众生平等。早。早，你几点起的？6点。倒17？不，习惯了，在 C 聂这个点起。表姐早，哥哥早。早。早。没有精确到克的配比，没有营养卡片，没有学术讨论，安安静静的吃了顿正常的早餐。表哥，这是我住进来以后吃的最舒服的一顿饭。因为没人管你。对，没有尺子，没有秒表，没有这个营养不够，那个热量超标，就是一个包子，一个普通的好吃的包子。多吃点，今天的拍摄强度大。今天拍什么？上午拍我姐，下午拍你的学术汇报。表姐，你被拍的时候会紧张吗？不会，因为我不会把镜头当成镜头，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记录工具。我的实验室里到处都是摄像头，记录我的每一个操作，习惯了。陈默，今天的素材很重要，我要确保万无一失。明白。你姐呢？在书房。叫她出来吧，我们准备开拍。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陈建女士，你好，我知道你是谁，策划总监，姓林，我弟跟我提过你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今天的第一个镜头是你在家里的日常状态，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，我们跟拍。好。整个过程，他没有看镜头一眼，没有说一句废话，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。这个状态太好了，他完全不像在被拍。因为他不在被拍，他只是在工作。够了吗？啊，够了，够了。下一个镜头是什么？我们想拍你跟沈巍同学的互动，比如讨论一个物理问题。行，做吧。开始。表姐，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。关于希克斯伯伊子的坐旋羽杖测量，你用的是哪个数据据 ？CL 2018年的公开数据。那你应该知道，2018年的数据在统计显重性上有问题。我知道，但我认为你认为不重要，数据说了算。把误差棒画出来，看看你的结果在3 sigma 以内还是以外。怎么了？在3 sigma 以外，所以你的结论不可靠，但你的思路是对的。方法没问题，只是数据不够。用2022年的数据集重新做一遍，应该能到4 sigma 以上。我做过类似的测量，2022年的数据质量比2018年好很多。你去 CA 的数据库里申请一下，应该能拿到。好，我回去就申请。陈默，你姐是真的厉害。我知道，她让我想起一句话：真正的天才是不需要表演的。她确实不表演，所以你的方案是对的。真实的内容比制造出来的冲突更有力量。我之前的想法可能有问题。林总监居然认错了。林总监。我不是认错，我是调整策略。数据会告诉我什么内容效果好。今天的素材效果好，说明真实的方向是对的。所以你不加搞笑音效了？不加了。不配清北学霸的困惑了？不配了。他不是坏人，他只是太相信数据了。而今天的数据告诉他，真实比夸张更有力量。谢谢林总监，不用谢我，谢你姐。他讲的内容我听不太懂，听起来像天书，但他的状态我看得懂，他在发光。不是那种被灯光打出来的光，而是一种从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热爱和自信。他在讲他真正懂的东西，真正热爱的东西。你的训练数据据有多大？10万个事例。10万不够，深度学习的训练数据至少需要100万级。我同意，但我的计算资源有限，10万是目前的上限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用迁移学习？迁移学习？从哪个预训练模型开始？
你可以用 ImageNet 预训练的模型调整一下网络结构。ImageNet 是图像数据区，我的数据是粒子竞技，特征空间不匹配。可以调整，用领域自治这样的方法。我突然觉得沈巍真的很适合做科研，他不是那种我知道一切的天才，他是那种我愿意学习一切的天才，后者的上限比前者高多。表哥，你看到了吗？刚才那个老师提的建议太棒了，迁移学习，我怎么没想到？所以你要用迁移学习了？对，回去就是。表妹，你今天讲的很好。真的吗？真的，虽然我听不懂，但你的状态很好。今天的素材够剪2集了。2集？对，1集是你姐的，1集是沈巍的汇报，2个都是爆款。林总监，我有个请求，说，第1集先播沈巍的汇报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想让观众先看到他发光的样子，再看到他在我家的样子，这样观众会知道他不是被碾压的天才，他是一个在学术上闪闪发光，在生活中也会紧张的普通人。行，谢谢。不用谢，这确实是个更好的叙事顺序。表姐，你居然会做饭！我在美国读了6年书，不会做饭会饿死。但你是天才也要吃饭的。味道不错，虽然不是米其林级别，但比我的西红柿炒鱼蛋强多了。弟，沈巍今天汇报的时候远程看了。你怎么看的？林总监给我发了直播地址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，他的思路清晰，表达准确，虽然有些细节处理的不够好，但大方向是对的。你会收他当学生吗？如果他申请 C 任的博士细化，我可以推荐，但能不能录取，要看他的实力。你觉得他实力够吗？够，但他需要更自信一点。今天汇报的时候，他的声音一开始在抖。他紧张。做学术的人不能紧张，学术是一场战争，紧张的人会输。表姐、表哥，我先回房间了，今天有点累。去吧。你觉得沈巍会崩溃吗？什么意思？他住了快10天了，每天都在被碾压，被妈、被爸、被奶奶、被我。你觉得他还能撑多久？他比我想的能撑，因为他有目标。为什么？他想做物理，想做出成绩，这个目标给了他动力，让他能扛住这些压力。目标是一把双刃剑，他能给你动力，也能把你压垮。你是在担心他？我只是在观察。姐，你就是在担心他。随便你怎么说。睡了，明天还有会。晚安。晚安。梅，怎么了？我在想今天汇报的事儿，那个老师提的迁移学习的建议，我越想越觉得对，但我不知道从哪开始。明天问我姐，她应该知道。我不敢问她。为什么？她太厉害了，我站在她面前像个小学生。表妹，我姐不是用来怕的，她是用来学的。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沈巍会问我姐关于迁移学习的事，我姐会回答他，然后沈巍会发现，那些他以为高不可攀的人，其实都愿意帮他。表妹，你几点起的？6点。你昨晚几点睡的？2点。你在做什么？跑数据。迁移学习的模型一直不周连，我调了一晚上参数。你吃饭了吗？没有口。吃了。表哥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真能做物理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跑了一晚上，模型还是不收敛。我姐说她当年做类似的工作3天就搞定了。我姐是我姐，你不是我姐，你不用跟她比。但我是一个物理系的学生，我应该能搞定这些问题。你应该能，谁规定的？表妹，你做物理多久了？从大学开始，3年了。我姐做物理多久了？从高中开始，10几年了。那你为什么要跟一个做了10几年的人比？表妹，你现在的状态不对，你在跟自己较劲。较劲本身没问题，但你不能不吃不睡的较劲，身体垮了，什么都没了。可是我……你听我说，我姐昨天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学术是一场战争，紧张的人会输，你现在就在紧张，紧张到连饭都不想吃，连觉都不睡，你这样下去不是输给学术，是输给自己。表哥，我压力很大。他说的对，我不懂他的压力，我从来没体验过必须成功的压力，因为我对成功没有执念，但我知道压力的味道，我闻得到，它从沈巍的身上散发出来，像一种看不见的烟雾，笼罩着他整个人。表妹，你今天不要做任何跟学术有关的事儿。不行，我的模型不会跑掉，
你今天休息一天。我不能休息。你能，你只是不让自己能。他怎么了？跑了一晚上数据，模型不收敛，心态崩了。沈巍，你知道我当年在 MIT 的时候有一个模型跑了多久吗？不知道，2个月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发现是我的初始值设错了，改了一个参数，3天就收敛了。所以跑不出结果不一定是你的问题，可能是数据的问题、模型的问题，甚至可能是代码库本身有 bug。你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到自己身上。表姐，我以为你做什么都很顺利。顺利？我博士论文的第1版被导师批了重写，我哭了3天。你以为天才就不会失败？哭完就好了，但不要哭太久，哭太久伤身体。表姐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去洗把脸，换身衣服。今天我带你出去走走。去哪儿？随便，反正不在家。他比我想的脆弱。他才20岁，你20岁的时候也脆弱。我20岁的时候不会因为模型不收减就哭。你不会哭，但你会摔东西。妈说你摔过3个键盘。你记性倒好。关于你的黑历史，我记性一直很好。走吧，去国公园。国公园？对，看湖、看树、看天。今天不看数据，不看论文，不看代码。微微最近怎么样？今天哭了。为什么？跑数据跑不出来，压力。正常的，做学术的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，你多陪陪他。收拾一下好了。有时候环境的秩序能帮助内心的秩序重建，这是妈教我的。虽然我平时不听她的话，但这句话我记着了。表哥，国公园的湖好大。你没去过国公园？没，来主经2年了，一直没去过。那你都干嘛了？学习。国公园的湖治好了他一部分的压力。开心了？开心了。表姐给我讲了很多她在 MIT 的故事，原来她也挂过科。我没挂科，只是考得不好。考了多少 ？B+。对天才来说 ，B+ 就是挂科。表哥，你那个探店视频最近有爆款吗？上周有一个拍的是胡同里的炸酱面，播放量200万。200万这么多？多吗？在短视频行业，200万只是入门级。但我们学术论文的引用量能过100就算不错了。所以啊，你们做学术的太不擅长营销了。一篇花了3年写出来的论文，引用量还不如一个3分钟的视频播放量的零头。那不是营销的问题，是受众基数的问题。物理学论文的潜在读者全球不超过1万人，短视频的潜在观众是全球40亿网民。所以你们的赛道太难了，投入产出比太低。但物理学的产出是改变人类认知的，短视频的产出是让人笑3分钟。3分钟的快乐，倒也是快乐。所以我们都很有价值。沈巍住进来的第20天，离1个月还有10天，他已经不再因为7点起床而痛苦了。他的生物钟被我妈调教的差不多了，每天6点较时自动醒。他已经不再因为餐桌上的学术讨论而紧张了。听不懂的就听不懂，他学会了说这个方向我不太了解，需要再学习。他也不再因为奶奶的甲状腺检查而恐惧了。他变了，不是变成了另一个人，而是变成了一个更坚韧、更从容、更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人。表哥，你还记得你第1天接我的时候，我问你的那个问题吗？记得，你问我，在这个家里会不会压力很大？我现在知道答案了。什么答案？压力很大，但值得。你们家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逼你变得更好，虽然方式很极端，但出发点是真的关心。我以前觉得关心就是嘘寒问暖，现在我知道了，关心也可以是用尺子量你的胡萝卜厚头。所以你不后悔来住？不后悔。虽然哭了1次，崩溃了2次，被碾压了无数次，但我不后悔。还有10天。对，还有10天，我要珍惜这10天。20天前，他是一个傲慢的天才，觉得我不配待在这个家里。20天后，他是一个谦卑的学生，觉得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他的老师，包括我。他长大了，不是年龄上的长大，是心智上的长大。表哥，谢你教我的那些年。谢我什么？生存法则，别跟别人比，做自己，别内耗。这些话我以前听过，但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信了。为什么从我嘴里说出来你就信了？因为你就是这样活的。你不是在说教，你是在分享你的活法。表妹，
你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物理学家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仅聪明，你还懂得学习，不仅是学知识，更是学做人。沈巍住进来的第25天，视频项目的拍摄部分全部结束了，接下来是剪辑。林总监把最终剪辑权交给了我，这是我姐建议的结果。她的原话是：林总监，你让我弟做这个项目，就相信他的判断，如果不相信，换人。林总监换了，只不过是换掉了自己的固执，保留了我。沈巍在清北讲课的素材，沈巍跟我爸讨论物理的素材，沈巍切胡萝卜的素材，沈巍哭的素材，沈巍笑的素材，我姐在书房工作的素材，我姐跟沈巍讨论物理的素材，我姐在厨房煎三文鱼的素材，我妈在餐桌前用秒表的素材，我爸用尺子量胡萝卜的素材，我奶奶给沈巍把脉的素材，还有我自己的素材。虽然我只是幕后，但大刘偶尔会拍到我。我在厨房洗碗的素材，我在阳台喝奶茶的素材，我在沙发上刷手机的素材，上100个小时。而我要把它们剪成3集，每集15分钟。那么第1集，用沈巍在清北的学术汇报作为开场吧。这一集的主题是一个天才的日常。第1集剪完了，沈巍在清北的学术汇报，他在实验室熬夜的画面，他在图书馆看论文的画面。第2集，用他在我们家的生活片段。做学术的人不能只做学术，你要有生活，没有生活的学术是干枯的。他们不是不会失败的人，他们是失败了会爬起来的人。他们不是什么都懂的人，他们是知道自己不懂什么的人。他们不是没有情绪的人，他们是会哭会崩溃但不会放弃的人。谢谢这个家让我知道了一个道理，天才不是标签，是动词，不是我是天才，而是我在努力成为天才。谢谢表哥让我知道了另一个道理，普通不是失败，是一种选择。选择不跟别人比，选择按自己的节奏活，这也是一种勇气。我是沈巍，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学生，我在努力。陈默，这不是我想象中的天才少年。你想象的是什么？我想象的是刺激的、冲突的、有话题性的内容。现在呢？现在我看到的是一个人，一个真实的人，不是标签，不是卖点，不是流量，是一个人。这样不好吗？好，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只是我不知道观众会不会买账。那试试看吗？试试看。我那时候好丑。不丑，真实。表哥，你把我拍得太好了。我没有把你拍好，我只是把你拍真实了。你本来就很好。他住进来29天，哭了2次，崩溃了3次，被碾压了无数次，但他没逃，他撑到了最后一天。今天居然不是科学配比的晚餐。薇薇，明天你就要走了，这1个月住的还习惯吗？习惯，虽然一开始很不习惯，但现在我有点舍不得走。舍不得就多住几天。不了，我该回去了，回去做我的研究，写我的论文。很好，有问题随时问我。谢谢表姨夫。你的血常规报告我看了，一切正常，继续保持。谢谢表姨奶奶。薇薇，你上次问我的那个数学问题，我回去想了，你的思路是对的，但推导过程有一个小错误，我写在这张纸上。爷爷，你写了3页的推导。数学问题就要用数学解决，3页不算多。谢谢爷爷。不客气。来，干一杯，祝沈巍未来的学术道路越走越宽。干杯！沈巍走的那天，首经下了入秋以来的第2场雨。表哥，你那个视频播放量多少了？第1集3天500万。500万，比你的炸酱面视频还高。对，而且评论区都在夸你。夸我什么？夸你真实，夸你努力，夸你是最不像天才的天才。这个评价我喜欢。还有人说看了你的视频，决定重新回去读书。真的？真的，你的视频改变了一些人。表哥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很抗拒被你拍，我觉得你一个做短视频的，凭什么拍我？我知道。但现在我觉得被你拍，是我今年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之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镜头让我看到了我自己，不是天才沈巍，而是沈巍，一个有优点也有缺点，会成功也会失败，会笑也会哭的普通人。这是我以前没看到过的自己。表妹，你长大了。我本来就长大了。不是年龄上，是心智上。表哥，你也长大了。我一直很大。不，
你以前是个逃避的废物，现在你是一个敢于表达的废物。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？夸你。表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家的红烧排骨，谢谢58度的牛奶，谢谢奶奶的甲状腺检查，谢谢爷爷的3夜公示，真的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下次来首经记得提前说，家里还给你热牛奶。沈巍走了，走了，哭了没？没哭。他长大了。那你哭了没？没哭。我长大了。你确实老大不小了。姐能不能不拆我台？不能。沈巍走后的第3天，《天才少年》第3集上线了，播放量比前2集还高，7天破了1000万。评论区里有人说看哭了，有人说被治愈了，有人说决定辞职考研，有人说决定跟自己的废物孩子和解。原来天才也是人，原来普通人也可以活得很好。第2季拍什么？你定。普通人吧，天才拍完了，该拍普通人了。普通人有什么好拍的？普通人什么都好拍，因为普通人就是你我。普通人的喜怒哀乐、柴米油盐、失败与努力，这些才是最动人的内容。好，你的视频我看了，觉得怎么样？很好，你把薇薇拍得很真实。谢谢妈。但你把自己拍得太少了。我是幕后，不用出镜。但你是这个项目的灵魂，没有你就没有这个视频。妈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？我认真的。好，我收下了。儿子，你从小就不如你姐，这一点我一直知道，但我从来没有觉得你不好，你只是不一样。妈，我知道。你知道就好。喂，姐。弟，沈巍说他要申请 Cero 的博士项目，我答应给他写推荐信。谢谢姐。不用谢，他的实力值得推荐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？不知道，看实验安排。那你照顾好自己。你也是，别被开除。啊？姐，你能不能盼我点好？表哥，迁移学习模型收敛了。恭喜。用了3天，比表姐说的还快。你比表姐厉害。不敢，但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好好做研究。我会的。表哥，你的视频我看了3遍，第3遍的时候哭了。为什么哭？因为你把最好的我留在了镜头里。那不是最好的你，那是真实的你，真实就是最好。表哥，你越来越像哲学家了。我本来就是。自恋。跟你学的。我没有自恋。你有。第1天来的时候，你问我为什么你在这个家里还能活得下去。对不起，表哥，那时候的我太傲慢了。没关系，现在的你已经不一样了。是的，谢谢你，表哥。太多谢谢了。不客气的，下次来赎金，我妈给你做红烧排骨。好，一定来。首经的秋天，天黑得越来越早，但星星也越来越亮了。我想起沈巍第1天来的时候问我的那个问题。现在如果他再问我一次，我会回答压力很大，但这就是我的家，一个精确到克的家，一个用尺子量胡萝卜的家，一个几点整吃早餐的家。奇怪吗？奇怪。累吗？累。压力很大，但这是我的家。这个世界上也还有无数个天才在各自领域群星闪耀，而我站在阳台上喝着温度刚好的牛奶，我从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的。生活就算是低温温慢煮，也能煮熟。谢谢各位大佬的认可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姐，你能不能算了，你继续。明天还要上班，还要剪新的视频，还要面对林总监的催命连环扣，还要在首经的地铁里挤成沙丁鱼。但这就是我的生活，普通人的生活，而我喜欢这样的生活。那么晚安，天才们，晚安，每一个正在努力的普通人。